武则天时期有个叫来俊臣的酷吏，写了一本讲述如何罗织罪民、陷害杀人的《罗织经》。酷吏周兴临死之际看过此书，自叹不如，竟甘愿受死。狄仁杰阅罢此书，也吓得冷汗直冒。女皇武则天面对此书，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比得过也。”杀机遂生。明朝初年，大明政坛也有一个这样的酷吏，仅靠一张嘴，动辄弹劾别人，竟然搞死了几万人。来俊臣的下场是被武则天处死，等待这位酷吏的命运如何呢？大明洪武年间，有个安徽滁州籍的太学生，名叫陈寅，学问不错，人也很能干。太学学业完成之后，陈寅顺利进入中央部委实习。在洪武末年，陈寅被提拔到国家纪律检查部门工作，担任御史，后来又出任山东按察使，升官速度堪比火箭。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小镇做题家，陈寅的简历足以说明其能力出众了。就在陈寅还在地方刷政绩的时候，中央出了大事。洪武31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登基，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之后，有感于藩王实力强悍，生怕自己镇不住这帮叔叔们，开始动手削藩。很多藩王倒了大霉，比如朱棣的同胞兄弟周王朱肃被贬为庶人，软禁在南京，甚至有被整死的，譬如襄王朱博就被逼自焚。其实建文帝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这些藩王，众多藩王中有实力、有野心造反的王爷不多，燕王朱棣无疑算一个。关于燕王朱棣究竟是被建文帝逼反，还是他早就心怀不轨，这是后世史学中的一桩疑案，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有讲过。总之，朱棣被看作最有可能造反的人，燕王将反，在建文初年是个朝野热议的话题，尤其是燕王府长石葛城入奏，称燕王将要造反，而且他还有证据，直接将舆论炒上了热搜。然而，朝廷在得知这一情报之后，并没有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加紧对北平的侦查。在朝廷的侦查部署中，陈寅也是其中一个环节。他被从山东按察使的岗位上调任为北平按察佥事，负责监视燕王。有理由相信，陈寅到北平之后就被朱棣拉拢了，因为他立刻就因为被人举报私通燕王而被贬官去了广西。在这里不得不感慨一下建文帝的仁慈，私通藩王还有可能牵涉到谋反，无论是朱元璋时代还是朱棣时代都不可能活下来，但在建文朝只得了个贬官外放的处罚。然而仁慈之主在狠人遍地的明初时期是坐不稳皇位的，正如刘璋在三国乱世注定守不住蜀地一样，是时代选择了人。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到登上帝位的3年时间，陈寅一直谪居于广西。但是到了建文4年6月，朱棣打入南京，登上大宝之后，仅仅半个月时间，陈寅就成为新朝的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执掌纪检大权。陈寅作为朱棣称帝后第一个从外地召到京师的人，从一个贬官一下升为3品大吏，且受命掌督察院事。这意味着当初陈寅在北平时确实被朱棣笼络背叛了建文帝，而朱棣也没有忘记陈寅为他在广西吃了3年的荔枝。陈寅高风险的政治投资有了巨额的回报，朱棣决定重用陈寅，陈寅也没有让朱棣失望，上任之时即刻承皇帝的意思，展开对建文朝遗臣的诛杀。陈寅到南京的时间有点晚了，朱棣最为痛恨的那些建文旧臣，诸如黄子成、齐泰、方孝孺等，早就被朱棣干掉了。正如史家所言，文皇甫入清宫，即加罗织，使而目选赏格，既且穷治党羽。那么是不是就没有陈寅发挥罗织杀人本事的空间了呢？陈寅要报朱棣提拔之恩，也要报建文朝贬官之仇，所以必须要办大案，办大人物。陈寅第一个盯上的是昔日建文旧臣的家属。朱棣虽然登基了，但是朝野上下都哄传建文帝没死，而且与一些忠于他的朝臣密谋复辟，这就是朱棣无法忍受的了。而作为都御史的陈寅自然揣摩了主子的心思，于是奏方孝孺、黄子成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谋划不轨之事，一下令逮捕他们。这就是说，陈寅要扩大打击面。这个主意朱棣很喜欢，于是命寅便衣行事，恣意罗织。陈寅掌督察院使，就开始迎合朱棣的心思，继续打击建文朝旧臣。此间被陈寅弹劾的建文旧臣近10人，多为建文朝武将。这些人多和朱棣的燕军长期作战，且战后又多心存怨恨，
而被弹劾的建文朝文臣却寥寥无几。这种局面说明朱棣首先担心的是被武力颠覆，毕竟文官嘴皮子比杆子再厉害，可批判的武器终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决心先集中力量把武将制服。首当其冲的就是曾经率军与燕王朱棣鏖战4年的盛庸。朱棣夺取帝位之后，并没有马上动盛庸，而是以喜书慰庸，先好好安慰一波。后来盛庸万般无奈投降了燕王，也没有被处置。盛庸投降后，并没有被招到南京，而是直接被派往淮安。此时是朱棣除去盛庸的高招，因为虽朱棣夺得帝位，但袁建文就陈兵部尚书铁铉仍拥兵淮南、山东未平。盛庸出镇淮安，既可御铁铉于淮河以北，又可让这2个昔日的盟友互相残杀，以收渔翁之利。山东朱棣平复后不久，盛庸立刻失去作用，被无故破令致仕。在这种情况下，盛庸有可能发了一点牢骚，于是一心要为城主办大案立威的陈英上书弹劾盛庸，说他约出怨匪，心怀意图，请诱重点，以警于众。结果盛庸就被逼自杀了。有不少曾经与燕王晋南之师作战的建文朝武将都以各种原因被撤职或整死了。宁远侯何福、驸马都尉胡关等均因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弹劾，最后都拒而自杀。建文朝的老将军耿炳文也是曾经带兵和燕王血战过。永乐2年10月，陈英和刑部尚书郑赐一起上书弹劾耿炳文，说他不遵礼典，依附器皿见识龙凤，这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情。结果朱棣下旨抄家，耿炳文在畏惧中自杀身亡。在整死耿炳文之前，朱棣还收拾了著名的高梁子弟李景龙。李景龙是太祖外甥李文忠的儿子，曾经被建文帝寄予厚望，但此人老早就和燕王暗中勾结，说不好就是个无间道。不过朱棣即位之后，对他也犯了疑心病。二鬼子就是容易里外不是人，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曾经背叛过主子的人。果然在永乐2年7月，给事中张信弹劾李景龙心怀愿望，密造奸谋，暗中招纳朝廷要犯，图谋不轨。但这篇弹劾还是着急了些，朱棣此时仍没有决心动手，还亲下敕书安抚李景龙，说什么自古勋7始终保全，必君臣两得其道。你是我姑姑的孙子，咱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应该共享富贵。但就在这一年8月，陈英上书弹劾李景龙前处奸谋，将位不轨，依然是同样的罪名。最终李景龙被夺爵治罪，软禁家中。陈英就如成祖朱棣豢养的一条恶犬，疯狂扑咬建文旧臣。明史有云，都御史陈英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武将被朱棣清理干净后，就轮到了文臣。在皇帝的默许和纵容下，陈英开始对建文帝的旧臣展开了疯狂的屠杀。建文帝旧臣王叔英自杀殉国，妻子和2个女儿也相继自杀，但陈英依然不肯就此罢休，因此王叔英的亲属，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也都受到了牵连。当时南京被燕军攻陷的时候，大理寺少卿胡润不接受燕王的征召，最终和儿子胡传道一起不屈而死。小儿子胡传庆戍边，4岁的女儿被扔给了功臣家做奴隶。这一家子也够惨了吧？可是酷吏陈英意犹未尽，四处搜捕胡润的亲戚，数百家连坐，217人被斩了脑袋，喊冤彻天。陈英到处咬人，株连了上万建文旧臣及其家属。朝廷其他大臣会没意见吗？刑部尚书骆谦就看不下去了，上书给朱棣提意见，说朝廷用人疑心就坚韧，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治公之道。这样的意见如果在正常社会是很平常的了，但是这戳到了朱棣的痛处，结果骆谦被朱棣找了个由头杀了。其实御史不过是皇帝豢养的猛犬罢了。正如永乐朝第一大才子谢晋说的，御史纠弹，皆成逆旨。陈英弹劾搞死了那么多建文旧臣，明史也说所论和勋妻人臣10余人，皆因悉帝旨。意思是说，陈英弹劾这么多人，都是被朱棣暗中指使的。朱棣是篡位得来的皇位，虽然他想了很多办法为自己证明，但真实情况大家心照不宣。因此朱棣必须要培养一些心腹，这些心腹除了忠于自己以外，还必须心狠手辣。一来可以震慑大臣，让他们臣服于自己；二来实在驯服不了的，就可以除之而后快。很明显，
陈婴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史书记载，帝以篡得天下，欲下多用重典，因守成风止，一时陈宫多效其所为。后来的有名的酷吏、锦衣卫、如纪纲等人，都是效仿陈婴所为。陈婴得到朱棣的器重，全因朱棣需要一把帮他杀人的快刀。但事实上，朱棣并非真的看中陈婴这个人，他只不过是利用陈婴的手段罢了。等陈婴帮助朱棣解决心腹之患后，他的利用价值就没有了。加上朝中大臣对陈婴怨声载道，于是杀陈婴以平息众怒，就成了摆在朱棣面前的一个诱人选择。明成祖北巡期间，由皇太子监国，陈婴又想诬告兵部主事李真，可惜被刑科给事中耿通等人反将义军，提供了陈婴的违法证据。最后太子以朋奸蒙蔽、擅杀无辜的罪名，将陈婴抓捕入狱。永乐9年春，陈婴死在了监狱，京城官民无不拍手称快。5年之后，另一位酷吏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被凌迟处死。然而正如武则天杀赖俊臣并未让酷吏走下历史舞台一样，死了一个陈婴、纪纲，还会有别的酷吏崛起，因为皇帝永远需要一把快刀。只要封建帝制仍然存在，那就一定会有人成为下一个陈婴、赖俊臣。